朋友们好，我是石头。今天没太阳了，估计快下雨了。看天气预报，应该是晚上到明天要下雨了，所以我们要抓紧时间把这些镶好的墙板准备要安装了。上一期的视频我们只是看了最后的一段，没有看到整个装墙板的过程，所以说大家是有点意犹未尽的。那今天呢，我们就专程来为大家分享一下这些木房子墙板到底是如何安装的。师傅就在后面做工，一起来看一下。这些晒过的板子现在要拿出来，在这个地方进行处理。哎，阿九，好，我们这啥？哎，拍下来视频啊。当然了，这边就地取材，用2块木头，中间削了一个凹槽的地方，把板子放进去，通过几块木方这样子挤压，把这块板子晒出来的缝隙，相当于把它挤压的密实一些，然后就再次处理，就可以去装墙板了。我们来看一下整个过程是怎么做的。这些都是一些废旧的材料，基本上是没啥用的，但是在木匠师傅的手里面，真的是变废为宝了，用处挺大的。我们又有餐就吃了。哪一个？啊？实际上，装修木房子每一个环节都是有很多讲究的。通过两边的挤压，这块板子缝隙看不到之后更密实了，那这个时候就可以把这些木缝子拆了，把板子拿出来进行再次的处理。我已经数不清一块板子究竟有多少个环节了，就是这样的2根木头，中间是做成了一个凹槽。看一下，是不是很简单呢？真的是就地取材，看不起眼的一个小物件，所起到的作用都是很大的。真的，有的时候不得不佩服这些传统手艺，很厉害。现在要开始安装堂屋背后的这一面墙板了。这面墙板宽是4.33米，总共分成了3格，也就是3块小板子。这些板子都是提前镶好，并且晒了1天，也经过了刚才那样子去处理。现在就开始要准备一些安装的工作了。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块板子现在是用一块木方顶在墙面之上，木匠师傅在背后画线，也就是把这块板子的尺寸给画出来。我们走过去给大家看一下。所以说，这些镶好的板子要经过2、3次的处理，用笔画出来，也就是整块板子的一个宽度尺寸。画好了之后，
在弹上摸线，把多余的地方全部要切割掉，然后再次的处理，才可以安装。堂屋背后的有一块木板是很有讲究的，之前是给大家提到过，也说了一些，那现在我们重复的为大家来说一次，也就是这块板子是我们整栋房子最宽的一块板子，3.8尺，用到了9块小木板镶成了这么大的一块板子。而且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块板子不是有些树枝的位置，大家看得出吧？基本上都是朝上，因为这块板子是挺有讲究，树桩的位置朝下，顶部朝上，顺着这样子去摆放板子，然后镶成了这么大的一块板子。而且像这块木板必须用到单数，中间一块最大最饱满的，旁边是4块小一点的。做木匠师傅也是一个体力活，同时也是一个技术活。像这么大的一块板子，差不多有100来斤左右，还是挺重的。这边已经弹好了木线，我们来看一下，是有2根，大概间隔有1公分左右。这块板子4个边都要这样子弹上木线。其实也是把榫头的位置弹好了木线。这是我的舅舅，今年80岁的高龄了，耳朵、身体各方面都挺好的。他们家在做院板，看到我们的花瓶柱挺好看的，他叫我帮他去买一些，也要安装这样的花瓶柱。这些杉木板买过来的时候，有些是厚一点点，有些薄一点点，并不是特别的标准。那镶出来的板子就会有一点点的高低不平，这个时候木匠师傅也要进行处理，用这样的手推刨给它刨平。现在要开始做这个榫头了，也是专用的手推刨。这个方法还是很好的，一会儿的功夫，这个榫头就开好了。看师傅打磨这些板子，一身都是灰，但是为我们以后节省了很多工作。这块板子已经打磨好，全部榫头已经做好，现在搬进去，等下马上就要安装了。
我一直也搞不明白，这些撑方和横方装好了之后，又如何把这些墙板安装进去呢？因为尺寸是刚刚好的。那现在木匠师傅把这些横方还有撑方都拆下来了之后，相信大家也明白了，是不是啊？把这些撑方和横方拆掉了之后，应该要把板子安装进去，又把这些撑方和横方再次的安装上去就可以了。这边因为是有一面隔断墙，所以在这个位置是做了一块撑方，相当于2块撑方的中间是安装了一块小的板子。现在还没安装好，所以底下是可以看到缝隙的。慢慢的，这个缝隙就看不到了。上面还有一点点缝隙，现在做最后的调整。那基本上这块墙板就算已经安装好了。以后这背后就是一个房间了。这是昨天装好的墙板，上一期的视频是为大家分享过的。整个1楼像这样的墙板有20多块，所以说用到的材料还是很多的。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对面的高速公路今天是一直拉着警报。之前给大家说过，在我们房子的对面，也就是笔架山的山脚下，是有条高速公路去往张家界的。其实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杉木板做出来的墙板还是挺漂亮的，给人的感觉特别的实在吧，干净。你们觉得呢？现在通过两边慢慢的挤压，这些墙板是更紧实了。有的地方还是要2个师傅这样子去配合。从背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真的会发现啊，不能太紧，也不能太松。太紧了会把这些木板全部敲烂，太松的话，这些木板又会有很大的缝隙。全靠师傅的能力了。不讲对不对？刚给我们弄了。你搞光了还给你印子了，小的很接。大家看一下，木房子要比两边的厢房地板高几十公分，所以在地板的下方是有这么大的缝隙，也就是通风的位置。后期我们要去处理这些，防止蚊虫和老鼠
进入木地板的下方。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装好的墙板，就是这个样子，严丝合缝，看不到一丝的缝隙，也打磨好了，后期直接把这些飞尘清理干净，就可以喷漆了。现在是挺纠结的，木头的颜色大概是这样子。如果直接喷上清漆的话，保留了木头的颜色，大家觉得怎么样呢？当然也可以调色，调色的话那更难选择了。到底用什么样的颜色呢？大家有没有一些好的想法？欢迎评论留言。这边的墙面装好了之后，我们马上又要装堂屋背后的这面墙了。这面墙总共有3块木板，我们来看一下这个。Our hearts beat to the city streets. We began to feel the fire. We rise like tall buildings as the chemicals they take us higher. The night's young and it's just begun as she puts her hand in mine. We wanna chase the night, wanna dance to the light, pull the stars from the sky, just two hearts running wild. Never sleep, never stop, as we shout from the top. We're gonna be two hearts running wild. Now the morning is the afternoon. We lay awake in bed. It laughs so loud as the hours pass. We're gonna do it all again. We wanna chase the night, wanna dance to the light, pull the stars from the sky, just two hearts running wild. Never sleep, never stop. 是要装修出来才漂亮，你们觉得呢？今天我们是把堂屋背后的那一面墙装好了，包括我们那边不是有个隔断做出来的房间呢，也装了一面墙。整体的施工进度目前来说还是挺快的。你们觉得木房子装修出来效果怎么样呢？欢迎大家评论留言。好了，我是石头，这期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喜欢我的请记得点个关注，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